第13集，白风夕撞破新秘密。永平君封兰溪因诬陷本朝命官，已被雍王禁足府内严加看管。至于科举舞弊案，则交由张仲格重审。共生宋思翰不堪严刑，最终交代考题原件乃是裴友说亲笔书写，承认了会试前夕，裴友说支开下人与4位考生谈话，并且检查了每一间考试。在证实裴友说涉嫌透露考题之后，雍王下令将他关入大牢。凤七无得知此事后，正要去找二殿下商量对策，怎知黑风夕竟不请自来，而他早已知晓百里氏的计划，毕竟一切进行得太过顺利，仿佛是事先准备好。所以黑风夕知道梁国公并非真正的泄题者，他也干脆将计就计，佯装是落入百里氏的圈套，实则是暗中调查真正可疑之人。如今百里氏必然认为已尘埃落定，下一步将会销毁证据，黑风夕吩咐众人及时找出真相。白风夕收到如玉轩传来的书信，终于知晓师傅本是要去拜访老友，偶然听闻太阴老人要传承的消息，于是才改道而行。由于太阴老人是在雾山部下试炼，以他的能力，信鸽自然是找不到师傅。正因如此，白郎华准备启程去往雾山，但是白风夕劝说他先在雍京养好病，不急于这一时。钟离给黑风夕送饭时，顺便透露梁国公府的情况，发现其府内管事常与卢修木来往频繁，而黑风夕则让他通知任家兄弟看守卢府。当天夜里，风举听从百里氏的安排，吩咐属下找个杀手秘密除掉卢修木。正巧顾宇依旧是不改豪赌的毛病，从而遇到风举身边的人，对方不仅愿为他还了债，甚至要出1000两银叶买凶杀人。顾宇听信了谎话，当真以为卢修木是朝廷贪官，夜里潜入卢府刺杀，结果卢修木临终前道出木兰2字。白风夕一路跟踪师弟，奈何终究晚了一步，眼见他被饮泉水榭的人抓走，又看到那些人出入永平君府，不得不猜测两者之间的关联，恍然大悟饮泉水榭的黑风夕与雍州二殿下封兰溪仅是一字之差，很快明白两人或许是为同一人。正如白风夕所料，黑风夕坦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，其实也从未想过要瞒着他，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说明。白风夕笃定顾宇是受人利用才去刺杀卢修木，等他听闻科举舞弊的来龙去脉，不由感慨朝堂之上勾心斗角的险恶远胜江湖刀剑，因此才会更喜欢江湖的快意恩仇。此时突然传来顾宇在狱中服毒自杀的消息，导致线索彻底中断。白风夕为了给师弟报仇，决定与黑风夕调查幕后真凶，紧接留意到考题上面的王印太浅，使用分印掌后发现竟有2份考题。凤七无向雍王汇报考题并非原有考题，而且有能力泄露考题之人只剩下卢修木，至于二殿下封兰溪也是遭人误导。得到雍王的允许后，凤七无派人彻查卢修木府，尽管卢修木是在王相面前烧毁考题，可百里氏依旧不放心，让王相检查卢修木府是否还有私怨。而在另一边，黑风夕分析卢修木临终时的遗言，证实木兰2字是为少禄的意思，而饮泉水榭又传来消息，发现卢修木的院子专门用来放狩猎用具。黑风夕和凤七无匆忙赶去，幸好及时拦住放火之人，并且找到了关键证据。凤七无将证据交给雍王，确定封兰溪不存在为保裴友说而行构陷之事。怎知雍王命令封兰溪不必再管这桩案子，劝说他身为永平君，应当是心怀天下，不该斤斤计较，最终所有罪责只在卢修木。黑风夕对父王很失望，明知道查下去就能揪出幕后之人，可他还是故意包庇。待黑风夕走后没多久，雍王传召百里氏，斥责他科举舞弊之事。百里氏知道已经瞒不下去，索性承认自己是为报当年所受的委屈，若非封兰溪的母亲从中介入感情，又怎会令他和雍王分别5年，饱受相思之苦。雍王于心不忍，也便原谅了百里氏，叮嘱他以后不可再犯，应当与自己同心，如此才能在纷争之中立足。
任如松听闻近来宫中所发生的事情，也知道黑风息受了太多委屈，如今他与百里氏势同水火，王位之争已是离弦之箭，所以便劝他一时得失算不了什么，还需要以大局为重，若是想要成为世子，有些委屈便不得不受。况且黑风息的野心不仅只有雍州，若是当真有此宏愿，日后将要面临更多考验，如那苏武之牧羊，韩信之屈辱，皆是为了更大的目的。任如松也知道百里氏有意要给二殿下选妃，为避免节外生枝，建议他是时候该考虑凤栖吴。然而黑风息却果断拒绝，表示自己所走的道路根本不应该顾虑男女情爱，所以选妃的事情暂且搁置。事实上，黑风息的委屈在于人人都要让他不计较，应该以大局为重，可他之所以入局的真正原因，便是为了这番计较。